个冷知识，黑袍纠察队里最可怕的东西从来不是祖国人，而是他身体里那一针5号化合物。因为这玩意儿看起来是在造神，实际上却是把人、动物甚至一切活物一起推进一场失控实验。它能让婴儿变成超级英雄，也能让成年人当场暴毙，能让普通人一夜封神，也能让你长出脑瘤、烂掉人生。更恐怖的是，你以为它只是沃特公司的造神药，但真相远比这黑得多，而它的源头甚至要追到纳粹时期。今天就带你一次性看懂黑袍纠察队所有版本的5号化合物，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从实验室里的血腥配方变成整个超级英雄时代的根基。首先，第一代5号化合物代号唯一，它的创造者是2战时期的纳粹科学家弗雷德里克·沃格特。当年他在达乌集中营用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硬生生熬出了这个配方。实验成功后，他第一针打给了自己的妻子克拉拉，克拉拉成了史上第一个成功觉醒的超能力者，后来以自由女神的身份活跃在超级英雄圈子里。当沃格特发现纳粹必败，立刻叛逃到美国，把5号化合物的全部秘密一起带了过去。到美国之后，他继续疯狂实验，很快他把唯一注射给一名年轻美军志愿者本杰明，本杰明就此成为美国官方认证的第一位超级英雄，代号士兵男孩。给克拉拉和士兵男孩用的就是最原始的唯一，这一代不仅自带长生不老的效果，强度也碾压后面所有改良版。1967年阿黛莎项目失败后，托马斯吉德肯也注射过同款唯一。讲道理，唯一明明全方位吊打后面所有版本，可他为什么被彻底停用至今还是个谜。在唯一基础上研究了几十年，沃格特最终造出了现在绝大多数超级英雄体内的现代版5号化合物。它是潜藏青色液体装在小小的玻璃氨布里，只要注射进生物的血液循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能觉醒超能力，能力基本是随机的，但某些因素会影响最终觉醒方向，除了静脉注射，口服也有效。当年农场动物喝了被污染的水，集体变异就是最好的例子。现代版5号化合物有个关键规律，年纪越小成功率越高，成年人注射死亡风险极大，但已经有超能力或是曾经被剥夺能力的成年人再次注射不会立刻致命，婴幼儿接触血清后不会马上觉醒，可能要等好几年才显现能力。成年人则不一样，一注射几乎瞬间获得超能力。正因为能力完全随机，就有可能觉醒到很鸡肋甚至有害的能力，还会伴随各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很多人以为5号化合物能治病，其实它的医用价值极低，还充满不可控风险。第2季结尾，莱恩把风暴女烧得重伤，很多观众以为祖国人会给他注射现代5号化合物救命，真相很可能是祖国人确实打了，但风暴女体内是原始唯一，现代版根本救不了。类似的事也发生在修一爸爸身上，他中风病危被注射5号化合物救醒，但中风造成的脑损伤完全没恢复，最后他意识快速衰退，还控制不住新觉醒的能力，到处闯祸。还有一个恐怖设定，如果体内有肿瘤、寄生虫这类异物，5号化合物的能力可能会转移到异物身上，而不是宿主本人，甚至两者同时觉醒。接下来是最新一代临时5号化合物，也就是WE24，它是翠绿色液体，效果很直白，给普通人提供24小时限时超能力，和原始版比WE24的能力更规律，觉醒的能力基本和使用者性格、执念高度匹配，同时不管剂量多少都会自带基础的超强力量与防御力。原始5号化合物则是完全随机，能力强弱全看注射量。最典型的例子，屠夫比利一心想干掉祖国人，注射后获得的能力几乎和祖国人一模一样。修一想追上火车头的速度，直接觉醒了瞬移能力，但临时5号化合物极度不稳定，副作用拉满，偏头痛、肌肉抽搐、恶心、分泌物变色，甚至剧烈呕吐。更致命的是，它会造成脑损伤。沃格特的基因专家测算过，注射3到5次就大概率致命，会诱发快速生长的恶性脑瘤。这个预测后来被精准验证。屠夫注射第6针后，大脑长出多个肿瘤，医生宣判他只剩18个月寿命。到目前为止，剧中明确登场的就是这3代化合物。但随着黑袍宇宙不断扩大，多部衍生剧前传正在制作，未来我们很可能见到更多版本的5号化合物。总的来说，5号化合物从纳粹黑狱里诞生，被资本包装成超级英雄的神迹。它看似赋予力量，实则藏着屠杀、谎言与致命代价。所谓的超能力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场用生命、人性与灵魂下注的危险交易。在前不久，黑袍纠察队第5季发布了第3集的最新预告。虽然视频只有短短的1分钟左右，但隐藏的细节和彩蛋却多到爆炸。而且这一段预告里还埋了大量关键线索，直接表明祖国人的能力将得到全面升级。所以今天这期我会把整支预告逐帧拆开看，从而帮大家提前理顺整季的剧情走向。这支预告主要讲祖国人又杀疯了，黑袍小队找埃德加追查唯一的线索。没错，那个男人他回来了。我们在微时代第2季的结尾见过他，当时他就放话，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来重新掌控沃特集团。很明显，这就是在给黑袍最终季做铺垫。现在第5季来了，他的时机也到了。炸鸡叔当时没说自己的具体计划，但他告诉玛丽，他的诞生方式和祖国人一模一样，所以说玛丽算是祖国人的妹妹，不是血缘上的，而是化学意义上的亲妹妹。我敢肯定，这次的唯一剧情绝对和第2集结尾士兵男孩的名场面有关。唯一是什么？是5号化合物的原始版本，据说能让超能力者获得永生。你们还记得第2集结尾吗？士兵男孩明明看着已经死透了，结果突然就坐了起来。
而且预告里的士兵男孩脸上干干净净的，之前中病毒后脸上的水泡居然全消失了，所以我大胆推测，这绝对和他体内的5号化合物版本有关。黑袍小队这次找埃德加主要就是为了套情报，因为他全程参与了5号化合物所有版本的研发，只有他知道5号化合物从V1到现在到底改了多少版，每版都藏着什么秘密。现在有个很靠谱的推测，沃特之所以放弃原始 V1，就是因为士兵男孩的出现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造出一堆士兵男孩，那以后想收拾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这绝对是沃特和埃德加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所以他们才改了5号化合物的配方，故意削弱了后续版本的能力，就是为了能随时控制甚至消灭自己造出来的超能力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祖国人号称是沃特有史以来最强的超能力者，实力碾压全世界所有人，但他体内的5号化合物其实是个阉割版，因为埃德加早就留了后手，他可不想造出一个永生不死的存在，万一失控了谁也拦不住。但现在事情还是彻底失控了。不过埃德加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留后手，他手里永远攥着几十个不同的计划，等着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所以现在的主流推测是，祖国人会先发现士兵男孩没死，然后顺藤摸瓜知道了V1和永生的秘密，到时候他的整个计划都会彻底转向。他肯定会想，我爹居然还活着，他为什么能活下来？因为他体内的5号化合物比我的更高级。这时候智者就该出场了，以他的超级大脑肯定会给祖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只有士兵男孩能扛过病毒，其他超能力者都死了。答案只有一个，他体内有V1，到时候祖国人一定会疯掉，他会觉得只要注射了V1，自己就能成为真正的神，一个永生不死的存在。黑袍小队去找埃德加的地方，看着就是威世代第2季里的那个地堡。你们看这些层层叠叠的防爆门，还有各种硬核的安保设施一模一样，而且预告里能看到他们在这个地下地堡里遭到了多格诺特等人的袭击，辛迪也在追杀他们，这说明辛迪在第1集的事件里活了下来。与此同时，祖国人也在另一个设施里搞事情。你们看这个窗户上印着他巨大的头像壁画，然后就是那个炸裂的镜头，祖国人一拳一拳往人脸上砸，嘴里还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看这架势，这人肯定是活不成了。虽然看不清他打的是谁，但我敢肯定这个地方就是刚才那个印着他头像的设施。祖国人到底在跟谁说话？是智者吗？还是7人队里的其他人？预告里祖国人的所有旁白都是那种低沉的阴森语气。这句话应该也是出自同一场对话，大概率就是他得知V1的秘密之后说的，也有可能是士兵男孩复活归来之后两人对峙的时候说的。紧接着又是祖国人的旁白。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能清楚看到他对面站着的就是智者，所以刚才那些话基本都是跟智者说的。这场对话就是他在跟智者打听V1的事，整个氛围和第1集里他俩那次冲突一模一样。当时智者明明是在帮他，但祖国人已经偏执到了骨子里，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算计他，现在更是看谁都像叛徒。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智者会不会也给祖国人留了后手？我觉得肯定有，上一季他就是这么干的。This is the plan. I mean, sure, a few curveballs, but we got here. 其实他从头到尾都在偷偷执行自己的终极计划，只给祖国人看了冰山一角，因为他早就知道祖国人迟早会彻底失控，所以我敢肯定那句 A reckoning is coming也是他跟智者说的。但有一点要搞清楚，虽然他说清算的时候镜头切到了他打人致死的画面，但被打的那个人绝对不是智者，那他到底在杀谁？这个镜头其实在首支预告里就出现过，当时很多人猜测他打的是莱恩，但我觉得不可能，因为目前所有莱恩的镜头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拍的，而且据爆料莱恩在整个第5季的戏份都非常少，所以我觉得祖国人这次杀的应该是个中等角色，不是什么核心人物。主创埃里克·克里普克早就说过，最终季里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谁都有可能死。前段时间贾里德·帕达里克也正式确认他会在黑袍里饰演漫画中的马拉松先生。马拉松先生是谁？他是火车头之前7人队的上一任极速者，后来因为年纪大了速度变慢了才被火车头顶替，而衰老恰恰是祖国人现在最焦虑的问题。他解决衰老的办法就是注射原始V1，获得永生，永远停止衰老。在漫画里，马拉松先生和其他所有超能力者一样烂，他是个实打实的性犯罪者，还是个瘾君子。而在剧版的世界观里，沃特有一个专门的康复中心，那些没用了或者不想让公众看到的老超能力者都会被送到这里，所以我推测邪恶力量3巨头重聚的名场面就发生在这个康复中心里，到时候士兵男孩会突然出现，和他们俩大打出手。看预告的架势，士兵男孩差点把他俩都杀了。这么看来，米莎·克林斯的角色可能就是这个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不过士兵男孩为什么会去康复中心，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贾里德演的马拉松先生当年就是因为老了慢了才被踢出7人队的，而且他们几个还开玩笑说这次在黑袍里的戏份比邪恶力量里的尺度大太多。好了，以上就是这次预告的全部解析，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打在评论区。如果你发现了我没提到的彩蛋和细节，也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咱们下期再见。